你走进咖啡店，没跟任何人说话，kiosk 点完餐，自动咖啡机把豆子磨好，把奶打发，店员推到你面前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谢谢。从你走进来到走出去3分多钟，你跟店员讲的话不超过5个字，而这只是自动化。新闻上每天听到的智能化 AI，跟眼前这台咖啡机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我们今天就来把这3个词一次讲清楚。欢迎来到餐饮之外，我们是一群在餐饮业里的观察者。从一份餐点、一杯饮料出发，你会看见产业趋势、全球局势、创业环境的真实样貌，以及 AI 如何改写这个行业。先从最简单的自动化开始。自动化的本质是把人类的动作变成机器可以重复的指令。举个例子，你按下咖啡机的美式这颗按键，机器会做什么？它会抽24公克的咖啡粉，把水加热到92度，注220毫升的水，停25秒。这些参数是人设定的，机器只负责照做。你按一次，它做一次；按10000次，它做10000次。中间它不会问你今天天气冷，要不要热一点，它不会问，因为它不会判断。自动化的鼻祖要回到1968年，一个叫 Dick Morley 的工程师在美国贝德福公司接到通用汽车的订单，要设计一台可以替代上千条继电器电路的东西。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可程式化逻辑控制器 PLC， 型号叫 Modicon 084。从那年开始，工厂自动产线、自动咖啡机、自助结账，所有按键一按就会做某件事的东西，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规矩由人写死，机器照做。智能化是自动化往前走了一步，规矩不再是人写死，而是机器从历史数据里自己学出来的。但有一个关键限制，它只在一个任务里聪明。举个餐饮业的例子，台湾的 iChef，美国的 Toast，这些 POS 系统内建的 AI 排班功能，会根据你过去90天的销量记录、天气、节日、附近活动，预测明天每个时段大概需要几个人。听起来很神，但你问他，我明天要开新菜单，你觉得怎么定价？他不会回答你，因为他的整个世界只有明天要几个人这一题。另一个例子是星巴克2019年导入的 Deep Brew 系统。它会根据库存、天气、穷量预测，建议哪间店该补多少咖啡豆，但它一样不会跟你聊天，不会帮你想新品，不会回应客诉。智能化的时代从2000年代后期慢慢成熟，靠的是2个东西：更便宜的算力，更多的数据。而我们现在说的 AI，特别是 ChatGPT Claude 模型这一波，它真正不一样的地方是不再被绑在一个任务里。这波 AI 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17年，那年6月 ，Google 8位研究员发表了一篇论文，名字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提出一个叫 Transformer 的架构，这就是今天所有大型语言模型的源头。5年后，2022年11月30号，OpenAI 推出 ChatGPT， 5天破100万用户，2个月破1亿，是人类史上成长最快的消费型产品。回到餐饮 ，Wendy's 从2023年开始跟 Google Cloud 合作，在得来速装了一套叫 Fresh AI 的系统，它可以跟客人对话、建议套餐、处理改单、回应抱怨。到2024年10月，已经部署到36家店，2025年计划成长到500家以上。这就是3个词的差别：自动化是执行，智能化是预测，AI 是理解和生成。它们不是同一条线上的程度差别，而是3个完全不同的能力层级。但你可能会问，这些技术的演进是突然冒出来的吗？不是，拉远视角，过去75年其实已经有过2波类似的革命。我们现在正经历第3波。第一波的起点是1961年，那年美国新泽西州一家通用汽车的工厂装上了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名字叫 Unimate。它的发明人是 George Devol， 商业化推手是 Joseph Engelberger。后来被称为机器人之父。Unimate 的工作很单调，就是从机器里把灼热的金属件抓出来，放到旁边。但对人类来说，这个工作高卧、有毒气，容易烫伤。机器一进来，工人就退场了。接下来20年，工厂的焊接、喷漆、走装、搬运，一个接一个被机器手臂取代。对餐饮业的影响要晚个10几年才看得到。1970到80年代，大型连锁开始导入中央厨房、自动产线、自动冷冻库。麦当劳、肯德基的全美口味一致，就是这时候建立起来的。
这一波革命的主角是蓝领工人。第二波视角从工厂移到了办公室。1965年，当时还在 Fairchild 半导体担任研发主管的 Gordon Moore，他3年后与人共同创办了 Intel，在 Electronics 杂志写了一篇短文，观察到机体电路上的电晶体数量大约每2年会翻1倍，这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摩尔定律。摩尔定律不是物理定律，是个观察，但这个观察推动了算力指数成长，储存成本指数下降，也让企业软体这个产业成 Next 成能。1990年代起，我们看到一连串名字 SAP 的 ERP、Oracle 的资料库、Salesforce 的 CRM， 后来的 RPA， 一个一个工作流程从纸本搬到了系统里。1995年，一位叫 Jeremy Rifkin 的美国经济学家出版了一本书《The End of Work》，翻成中文叫《工作的终结》。Putnam 出版社署理警告，自动化会让蓝领加白领一起消失，大量人口将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回到餐饮，这20年 POS 取代了手写单，网络预约取代了电话本，进销存系统取代了月底盘点，收银员、会计、预约人员，工作没消失，但每个人能做的店数翻倍。这一波革命的主角是白领基层。第三波，从2017年那篇 Transformer 论文开始发酵，到2022年 ChatGPT 上线正式引爆。跟前2波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次被吃掉的不是体力，也不是重复文书，而是需要判断的脑力工作，写广告词、做设计、取程式、做客服、整理会议记录、分析财报。这些原本被认为机器做不来的事，现在 AI 都能做到60到80分。回到餐饮这3年里，我们已经看到 McDonald's 试过跟 IBM 合作做 AI 得来速， Wendy's 跟 Google Cloud 部署 Fresh AI， 星巴克的 Deep Blue 系统用机器学习做选品和补货， Coca-Cola 跟 OpenAI 合作生成行销素材和限定产品。这一波的主角是需要判断的中阶白领，从行销企划、地区督导到创意总监。看完3波，我们可以从历史里抽出3条规律。机器来了，工作不会凭空消失，而是会换一条轨道。汽车装配线取代了焊接工，但你需要更多人去维修机器手臂。ERP 取代了会计记账员，但你需要更多 BI 分析师。ChatGPT 取代了基层写手，但你需要更多会指挥 AI 的人。每一次新工作都比旧工作更难，薪水更高，技能要求更高。把3波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个方向：机器替代的从体力到重复脑力到判断脑力，一阶一阶往上爬。人类剩下的工作就是越来越靠近创造、情感和跨领域整合。这也是为什么做菜这件事到目前为止还没被完全取代，因为它牵涉到对食材的判断、对火候的拿捏、对客人口味的回应，是一个跨感官加跨情境的判断活。但这里有一个我们很少谈的真相，每一次革命中间都有1-2代人没有承接到新工作。1980年代后，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大规模流失之后，有没有等到新的工作？有，但不在他们手上。在下一代，新的高薪职位需要新的技能、新的城市、新的学历，这些东西很少能从一个被裁员的中年焊接工身上长出来。同样的故事在1990到2010年代又重演了一次。ATM 取代了银行行员，电脑取代了打字员，这群人没有消失，但他们的下一份工作往往要花5到10年才接上。讲这个不是悲观，而是想说明长期是好的，短期是痛的，这2件事不冲突。回到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波，我们也可以反问，这次真的不一样吗？还是又是一次自动化恐慌的重演？我整理出4个结构性差异。第一，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吃掉脑力劳动。前2波吃掉的是体力和重复文书，囊力工作大致安全，但 AI 洗广告词、洗程式、做分析，这些东西原本是大学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第二，速度爆炸。PLC 从1968年发明到普及，花了20年。ERP 从1990年代起步到上市公司全面导入，花了15年。
ChatGPT 从上线到1亿用户用了2个月。第三，通用性。PLC 换个工厂要重写程式，ERP 换个 Chiration 要重新导入，但 ChatGPT 不用。它今天可以帮你写程式，明天可以帮你写菜单，后天可以帮你回客诉。这是同一个系统，无限多种任务，过去从来没有过。第四，创造领域被踩线了。过去我们安慰自己，机器做不出创意，但 AI 许的广告词、设计的菜单、视觉、配的音乐，已经能达到产业中段水准。这不是说它取代了顶尖创意，而是说创意产业的底层工作第一次被机器抢。这4点叠在一起是不一样的原因，不是因为哪一点特别严重，而是这4件事同时发生。讲完历史和趋势，我们回到一个更近的问题：台湾餐饮业现在到底站在哪一层？我把目前看到的数据放在一张图上。自动化层，这层在台湾最普及。根据主计总处统计，2023年餐饮业自助结账机台导入比例约 5.3%， 听起来不高，但这个数字在连锁快餐、百货、美食街、手摇饮店里已经是标配。自动咖啡机、自动洗杯机、自动产线，几乎所有有规模的店都有。智能化层，这层只有大型连锁和有 IT 预算的中型品牌站得上去。iChef、Toast、维必这些 POS 系统的 AI 排班、智能预测、会员自动行销，单店年费通常是数万到10多万台币不等，对年营收破千万的店家可负担，对年营收200到300万的独立小店，这条线常常跨不过去。AI 这一层，这层目前几乎没有台湾餐饮业者实际商用部署。有些品牌在试菜单 AI 生成、客服机器人、智能定价，但都还在概念验证阶段，不是日常营运。台湾餐饮业的整体位置大致是自动化中后段加智能化前段，这代表接下来5年最关键的竞争不是抢 AI， 是先把智能化补完。我们做个推演，不是预测，是把现在已经成熟的技术接起来，看会是什么样子。早上7点开店，店里没人 ，Kiosk 开机，自动咖啡机开始预热，外送平台订单懂瀑布进来。早上8点尖峰，店里有1个人，处理补豆子、收尾、跟客人打招呼。点餐全部 Kiosk 或外送 App， 咖啡由全自动意式机完成，甜点是中央厨房送来的，只需要回烤。中午班次切换，排班表是 AI 排的，进货单是 AI 开的，给合作 Uber Eats 的优惠定价是 AI 根据今天天气加库存加对手自动调整的。晚上打烊，店长坐在后台，唯一要做的2件事是看 AI 整理出的今天客人意见，判断要不要改菜单，看影像分析的客人停留时间，判断下周要不要换音乐、换灯光、换动线。这不是科幻，上面讲的每一项技术，2026年都已经有商用版本，差别只在于多少家店愿意花钱，什么时候规模化。但这也代表一家咖啡店原本需要5个员工，未来可能只需要1个人加1台机器、1台软体、1个云端 AI 账号。这对连锁品牌是好消息，对基层员工是坏消息，对独立小店中间还有点时间。我们今天从一杯咖啡开始，走过75年的机器革命，最后又回到那杯咖啡。如果你听完只记得一件事，希望是这个：自动化是执行，智能化是预测， AI 是理解和生成。这3个词不是同一条线上的程度差别，而是3个能力层级。留2个问题给看到这集的人：如果你是店家，你现在站在哪一层？
你5年后想站在哪一层，而中间的那条路是要自己走，还是要等别人带？如果你是消费者，下次你进咖啡店，试着看一下有几台 kiosk 咖啡机有没有秤，而公有几个。这些细节会告诉你这家店已经在哪一层了。科技自己不会停下来等人，但下一步要不要走，什么时候走，走多快，还是要看人做决定。这就是这集想留给大家的视角。下一集我们要聊餐饮业里最被低估的一个职位——采购。为什么一家店的成败常常不在主厨，在采购？我们下集见。